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真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知，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前面我们先讲《如菩萨行论》当中，主要讲发愿成为利他之因啊，就今天讲的这个课本，分两个方面啊，这个课本是中说和别说。首先，中说在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愿彼愿我者，习活中啊，就中利益。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里呢，就是因为舍弃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就用自己的身体布施给所有的众生，依靠这个身体，依靠这个我的身和意呢，就是对众生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就主要讲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平时呢，应该这样想，因为我在发菩提心的时候，把自己的所有的身和意都已经布施给众生了。那么从此以后呢，任何一个众生啊，就不管是未来、过去、现在，或者是现在呢，不同地方的不同这个种类的这些众生呢，只要是看见我、听到我的声音、接触我的身体，包括这个心灵呢，就是观想我，对我这个升起贪心也好、心性也好，或者是对我升起嫉妒心也好，凡是把我作为对境，的这些所有的众生啊，就是把自己呢，就是作为对境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呢，愿他们这个今世来世，一直获得富国之前呢，都具有极大的这个利益。所以有些那个真正发了大菩提心的一些高僧大德的这种发愿文当中呢，就是经常是有的。以前上师如意宝强啊，这个87年在去五台山的时候啊，去五台山的时候呢，当时也是大概在6月初4啊，就释迦牟尼佛的转法轮日，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次也是他老人家也是这样这个发愿的，就是他的发愿的内容呢，就是说从这个现在起一直乃至这个生生世世呢，就是不偏短的这个所有的众生，无论是对我起欣喜还是对我起憎恨心，愿他们都获得利益而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也应该这样发愿，就平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发心，或者是自己的一种心理的这个目标。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有发菩提心之前，可能是我的心态就经常为了自己啊，就是为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就有这样的想法。但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呢，自己的身和意、所作所为、言行举止，全部都是为了这个利益众生的，始终都观想把我作为对境众生呢，就是从行为上啊，就是从行为上呢，对我恭敬也好，供养也好，或者是就是对我这个精心就是礼拜啊，就是这些也是就是成为这个菩提之因。然后把我作为对境，用他们的这个各种不恭敬的一些行为来对付我的话呢，我也是发愿，就是愿这些行为全部变成这个就这些众生的菩提因啊，就是菩提之因。所以我们这里呢，始终都要这个发这样的愿。如果我们心里真正有这样的愿的话呢，那么我们出门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到街上去也好，或者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呢，就是有些众生可能看见你，有些众生听到你的声音，凡是不管怎么样，有些众生呢，就是好像对你就是生起欢喜心，有些众生对你生起厌烦心。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发愿，就凡是把我作为对境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呢，你可得了，就是究竟呢，就是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发愿的目标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在实际行动当中啊，就是身体力行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大家就是在座的在经堂里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可能这样想，但是你出门的时候啊，或者是你接触众生的时候呢，能不能这样想？就是不管是我做什么事情，都成为众生的这个有利的事啊，就应该这样想。下面别说呢分两个方面，会向意乐具有意义和会向行为具有意义。我刚才在中说的时候也基本上讲了，一个是从行为上面，就我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为，
就其他的众生呢，对我怎么样的行为都得到利益。第一个呢，就是不管是别人对我这个发什么样的心，就是都我得到都这些众生呢得到这个利益的应该这样想。那么宋词当中这样讲的：若人应见我，生其心增行，生其心增行，远比恒成为成般众利因。他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凡是源于我的所有的众生呢，不管是他们对我生起嗔恨心也好，或者是对我生起清净心也好，就凡是作为这个对境的这些所有的众生呢，就是时时刻刻的是愿他们就是得到这个利益。就是愿他们得到利益，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呢？就是暂时和究竟的这个利益。暂时呢，就是不夺而去，就是获得人生这个人天福报。究竟呢，就是立刻，也就是做聪能会当中呢，就是获得这个解脱，应该这样想。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呢，真正这个具有菩提心的，这个高僧大德或者是这个菩萨呢，也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些菩萨和高僧大德们呢，实际上都是见闻就是意念或者是借助全部都是得以利益的。因此，我们平时呢，就是见到一些高僧大德，他是真正是诸佛菩萨的化身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见一见他，听一听他的声音或者是接触他，都有这个得到非常大的利益。如果不是清净心，即使以嗔恨心就是以憎恨心呢，就是见着他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利益就有一定的利益。那么这是也有这个公案，就是在这个《宝积经》当中呢，就是有一位叫做乐僧菩萨。这个乐僧菩萨呢实际上人们都这个见而生欢喜的一位这个菩萨。后来他到这个舍卫城也就是说城市里面去化缘的时候，有一位上主之女，就是叫做是这个神德母吧，就是神德母呢就看见他以后，就是对他生起了极大的这种贪心就是极大的贪心。后来呢，因为他的这个贪心极为的强烈，就是最后呢就是名觉色亡而这个死去了。死去以后呢，他转到这个33天去了。后来通过他的这个神通，或者是他能回忆起以前的一些这个经历。以前经历的时候呢，原来是他是以贪心不清净的这种三毒里面的贪心来转生到这个善去。他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就是觉得非常的这个奇怪，怎么回事？以贪心而转生到这个天界当中去呢？就后来呢，就是他知道是这个对境的殊胜菩萨，是非常了不起的原因，因此他带着500个天人一起，来到人间呢，就是用这个鲜花供养这个菩萨。这样的公案呢，就是应该在《宝积经》当中也是有的，其他的有些。好像记得《大圆满大彻书》当中就是也是已经引用过，所以我们对这个菩萨呢就是生起信心，就是当然是这个不用说了，就即使生起这个一些憎恨心或者是贪心的话呢，也成为有意义的有利益的。那么生起信心呢就更不用说的，以前在佛陀在这个屈辱定不定疏因经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这个宣说就佛陀呢，就是告诉诸弟子比如说我们这个十方当中的所有的一切众生就是他们的这个眼睛全部挖出来。后来呢，就是有些人呢发现，就是把他们的这个双目全部这个恢复的话呢，那这个功德也是很大的。而且关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所有的十方众生就是释放出来，就青海的监狱里面的所有的众生，就是释放出来的话，那功德也是很大的。您那个所有的众生，让他们获得了专轮王梵天的果位呢，当然这些功德福报是相当大的。但是有些人如果获得了生起心的菩萨就是对他生起清净的心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远远超过前者。这也是在刚才这部经典当中已经讲了，说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菩萨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严厉的对境呢。但是这种对境呢，也可以说不管是你对他生嗔恨心也好，生嫉妒心也好，生什么样的这个心呢？正因为菩萨的这种发愿力
就相当的强。这样以后呢，就不但就是对你的这个过报呢就是不严重，而且就将来会获得无上的这个利益。因此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已经发了这个菩提心的人，大家呢始终都是应该这样这个想就是现在我已经发了菩提心的人了，那么从此以后呢。不管是别人对我这个生嗔恨心也好，对这个我生什么那个不清净的心或者说对我生清净的心，愿他们都得到这个利益。以前上师如意宝的菩提金刚的授记当中也是说了，就凡是与他结缘的话，度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应该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一种愿望，就凡是对我结缘，就是哪怕是用这个嗔恨心或者是用其他的就不太恭敬对待的话呢，暂时可能这个众生呢。会这个受一些痛苦，但是最究竟来讲呢，因为对我结上缘，所以呢，就是愿他获得真正的这个解脱就这样的发愿，对我们每一位学习大乘佛法的人来讲是至关重要。下面呢，就是说这个回向行为就是行为具有意义。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呢，就是别人对我什么样的这个行为呢，就是都应该得以利益，就是我们要这样回向，这样发愿。那么宋词是这样讲的，缘彼毁我者，给予害我者，乃至入我者，皆具菩提愿。这个意思呢，就非常清楚。不论是任何一个众生呢，直接或者是间接对我就是把我作为对境，就是以这个恶语这个众生或者是当面呢就进行就是对我诋毁诽谤就这样的人也好，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这个手段呢，就加以这个损害，比如说用木棒来打我或者是用石头来就是打我，或者是用这个其他的一些行为来进行摧毁我就是这样也好。乃至就是或者说就是有些众生呢，就是在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就是挖苦或者说这个侮辱我诋毁我等等，就是这样做的话呢，那么我应该发愿，我们不但是对这些众生呢，就是从来就不会报仇，就是不会呢就是恨他们，而且呢，我还心里面就是发愿，就是但愿这些众生生生世世当中具足菩提的这个殊胜因缘就具足菩提的殊胜因缘。应该这样，这个像佛陀在这个佛经当中也是有这方面的这种宣说，尤其是我记得那个无著菩萨，就是无著菩萨在三所海的，就是以前我们翻译过一个吧，就是三所海的最后呢就是也有这样的无论与我贪心或嗔恚，就无论对我这个生起贪心或者嗔心即会一切助利害，凡是见闻戒主者就凡是见闻戒主者，悉皆殊得菩提生菩提就悉皆殊得生菩提。意思就是说，不论是对我摧毁也好，作害也好，或者是生起嗔心、贪心等等，凡是就是把我作为对境见闻戒主的所有的众生，在很快最快的速度当中，让他获得殊胜的菩提的果位。因此我们呢应该经常也这样，这个发愿，就这种发愿是相当好的。以前那个无著菩萨也是在怎么说就是那个上述海的最后呢有这么一个发愿。华智仁波切呢以前也有这样的这个言辞就是无论是我的这种善说呢，就是别人听到，或者别人就是见到我听到我的声音，一念接着与我进行对话，那么这些众生呢，愿他们前除造无间罪的罪障，让诸生呢去入恶趣的这种门，最终呢就是往生到清净的这个波扎拉刹多，就波扎拉是观音菩萨的刹多。所以华智仁波切的这句话呢，也是说明了我们这里面的这个意义。因此我们平时呢也是这样像不管是别人就是对我什么样的这个看法都无所谓的就好也好，不好也好，因为我们所谓的这个菩萨呢，就是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是应该说是没有的。就是如果就是没有这种自我的意识没有自我的保护的话呢，那么就是所有的众生把我看着什么样的对境来对待都无所谓的，这样这个与众生结缘，让他获得真正的这个利益。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有时候也是应该这样想这个所谓的这个菩萨呢，就是在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
就出现呢，就是这个我们很难说的。比如说我们到一些这个商店里面的话呢，那么这个商店里面有些卖东西的人也好，或者是就是旁边有许许多多的人来来往往的话呢，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理由，就是这些都不是菩萨，因为我见到他、接触他，或者是听到他的声音，这些都很有可能就是菩萨的这个化现。而且我们自己呢也应该这样想，就是从现在开始来自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愿我自己就变成就是如是具有意义的就是具有意义的这种这个菩萨，就是包括作为这个对境，就是哪怕有些人呢就是当面骂、背后骂，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呢就是愿他们就是都得到就是真实的这个利益。以前那个文殊菩萨的这个十大愿当中呢，就是也有就是这方面的这个发愿，就是这个你们也应该清楚。所以我们呢就经常就成为这个菩提的这个殊胜因缘，就是这一点自己也这样想以前师尊的一些公案和传记当中呢，都经常有，就是因为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发了非常大的这样的发愿，这种发愿成熟以后的话呢，这样众生这个建造以后，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是看见有些可怜的众生呢，对他生悲心呢，实际上这个众生呢，很有可能就是菩萨的化现，就是不一定要需要就是对他生悲心，就像以前那个无著菩萨看见那个弥勒菩萨化身的这个木狗一样的，就是一看的时候就看起来特别的可怜，但结果是真正的这个弥勒菩萨。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看见特别可怜的这个众生的时候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他是这个菩萨的现象。我们有时候看见呢，就是有些众生呢，就是脾气也不好或者是他的行为都不如法，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话呢，那也不能排除这个菩萨的化现。因此，一方面呢，我们要对外境要观清净心，就是所有的这个就是行为各种各样的人当中，很有可能就是现的是这个菩萨的像。另一方面呢，自己也是时时刻刻都是这样想，凡是众生。包括作为对境愿我的这些众生都获得了暂时究竟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发愿的最终目标，就是这个如菩萨行，并不是口头上说就可以了，应该实际行动当中就是这样，这个想，白天也好，晚上也好，然后行住坐卧都这样想凡是把我作为对境的这些众生都得到利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发愿，也是在自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的唯一的一个怎么说就殊胜因缘，就是如果我们自相续当中没有这样的发愿，没有这样的这个回向的话呢，到底能不能真正的菩提心升起就这也是有点困难，因为我们前面呢，一方面是要这个积累资粮，就是要依靠这个气质功来清除这个罪障和积累资粮；另一方面的话呢，自己的心一定要这个修，要修的时候呢，就做前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要抛弃自我。如果没有抛弃自我，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眷属特别执着的话呢，那么他是不是真正升起菩提心的发起，就这一点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下面呢，就是将这个回向成为你种指引就是然后我们再继续这个发愿。发愿是什么样呢？就是就是一定要把自己就是成为就是众生的这种利益的根本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如人呜呼也，愿以必引导，并作度者着，传法于桥梁。那么这个是我们佛陀的这个往昔的殊胜因缘，而这个成熟在众生面前就是各种这个利益的这种就事物，就利益的事物。所以我们首先呢像这个让我呢就是在生生世世当中就是变成呢就是过路的就是没有依靠的，或者是这个流落到一些这个陌生之处的一些信人来讲呢，就是变成了就是这个他们的这种这个道路就是或者是变成了他们的这个向导就是变成了他们的这个引导者。然而世界上呢，也有非常这个可怜的一些这个无依无靠的或者是这个军然一生的孤孤零零的这些可怜的众生就这些可怜的众生面前呢，让我变成了真正引导他们的这个护主就是具有一定的势力智慧财力等等这样的这种势力。就是所以我们平时呢
也应该这样想，就是世界上凡是有一些能力有一些智慧就包括我们有时候到一些这个深山去，或者是到一些寺院里面去的话呢，有一些向导道友这些呢也实际上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化现原来五台山有一位居士，我就比较熟悉，让他呢就是就问我，就是我现在呢，就是这个靠这个道友，就是然后每天呢，就是给他们有一些机会就是讲一些这个诸佛菩萨的功德。但是我在别的地方呢，赚钱赚的可能比较多一点，就到底我选择哪一个？我当时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这个当那个道友吧，就是看每一个寺院里面去的话，你自己的机会也可能多一点的。然后呢，同时你在别人面前呢，就是宣说这些佛法的话呢，实际上你就是变成了真正的大法师。有时候也可以看出来，就是现在实际上的有一些道友的话呢，嘴巴也会说然后呢就是不过有些道友就是讲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就是他根本不懂佛法，就是让讲这个一些佛法就根本不懂一些历史呢，就是讲历史，就这种做法是不好的。但真正的一些这个道友，或者是真正的一些介绍这个有关历史佛教的人的话呢，也是可以说是这个菩萨的化身。那么我们自己呢，也应该这样想，凡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迷路的众生的话呢，我们就变成他的这个引导者，实际上是无依无护的就有些可怜的这个众生呢真的是就是对他这个帮助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他帮助呢实际上是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人呢就是对他暂时的一个帮助呢，就是大家都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前一段时间这个广东那边也是有一位这个比较这个有名气的一个先进分子吧，就是后来呢，就是他就得很多的这种荣誉奖就荣誉嘉奖但他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以前在有一个护理院，就是每一个礼拜当中，他去这个护理院就照顾那些老人，就是后来他们都觉得是他的精神是非常可嘉，就是大家都评为这个先进模范。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的有一些发大菩提心的人的话呢，不仅仅是一个礼拜当中是去一次两次的，应该说是白天晚上这样有时间的话帮助众生，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菩萨的行为。应该有一些就是这样的话呢，我想是发了菩提心的人呢，应该得大奖，就是因为他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目的，自我的目的什么都是没有的。但现在有些所谓的得嘉奖的这些人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他自己有一种目标因为他对自私自利的这种自我的执着是相当就是强的，那么真正发菩提心的人呢，就我现实实践当中应该是得这个嘉奖，他是永恒的，就是利益众生的，无有条件的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大乘修行人。所以无有路人面前呢，就是应该就是成为这个引导者，并且呢，就是在这个渡过这个江河就是那么这些人面前呢，就是变成一些这个航船就是船筏就船只，以及呢就是变成这个桥梁。所以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有时候就可怜的一些众生就是很想就是过这个就是江河就是过一些这个湖泊或者是就是过一些亡羊就有这样的话呢，那么所谓的诸佛菩萨呢，就是变成就是这种船筏，变成就是大船就我们平时呢，就是看见一些这个在这个海洋当中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大船就是有一些航船的时候呢，应该就是把它看作是这诸佛菩萨的化身就平时在海边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就是经常看见。我原来在这个大连的时候呢，看见很多的这个渔船，就是我想是这个是不是诸佛菩萨的化身呢，还是不是诸佛菩萨的化身？我想应该是诸佛菩萨的化身。佛陀的什么种种化身当中呢，都已经讲了，就是变成什么？比如说我们这个五谷光正在的大圆满信息修习大彻师当中呢，都已经讲了，就是说是什么这个就诚实然后呢就是渡过大江的时候呢，就是变成船筏桥梁等等，就是也讲了很多的
大乘的一些经典当中呢，也讲的那么多。但是如果说他是真正的化身的话，那他天天的是在抓鱼，就是那这样，这个复活菩萨的化身是不是？后来我想说，我可能是不害众生的，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些船，就是什么这个航船呢，就是全部是诸佛菩萨的化身，是不是这样解释？我是有时候到了海边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就是一个人呢，就思索啊，就是在思索的时候。当然，这个每个人的这种思索的方式都是不同吧。就是原来也有一个，就关于那个船只方面的有一些这个故事吧。就是听说是有一个，人呢，就是坐船，有一个哲学家，就是他是这个坐船，然后呢，他对那个，就是那个船夫呢，就是给他说，就是你会不会懂不懂那个哲学？他说我不懂。那你不懂哲学的话，那你失去了人生一半的生命，就是没有意义。后来他到了这个湖中间的时候呢，就是他大海中间的时候呢，他问你懂不懂数学，就是他说不懂。当然，那个这个开船的人肯定不懂。后来他说：“那你这样的话，那就失去了80%的这种生命了。”过一会儿呢，就开始出现那个飓风，就是然后船只呢就是坏在这个就是那个海里面，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人呢，就是告诉哲学家，就是他说你懂不懂那个游泳啊？他说我不懂游泳，那你这个失去了全部的生命。意思是我都还算是好，就是50%和80%，但现在你懂一点哲学也算不上什么了，就是已经所有的这个生命都没有了。所以有时候呢，可能每个人的这种爱好和自己所重视的也不同啊。就是比如说学这个理科的人呢，就认为是这个是世间当中是最重要的。我们也是讲移民的时候呢，说是这个移民是世间当中的世间的面目最重要的。然后明天就是如果讲俱舍论的话，俱舍论是如何重要啊？就是这个人每一个人的可能研究的领域不同，然后呢，就是说出来一些他的这个功德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利益啊，就是也会有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有时候看了呢，就是世间当中的就是所有的这种传旨啊、传法，这些都是应该说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化身啊，就这样想。然后自己也是这样想，看见你看就是在这个大海当中有这个来来往往的很多的这个游客啊，就是在那个船里面就很顺利的度过这个大洋的话呢，那么我们自己也想就是愿我将来就是变成这些这个船法。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有很多的飞机的话呢，我们想愿我变成就是这个飞机就是利益众生。我们看见有些公共车啊、出租车啊，有些这个轿车的时候，我们也心里面发愿就是愿我变成这些这个车辆就是利益众生。我们看见就是外面一些这个江河里面也好，湖泊里面也好，或者是一些大海当中的一些这个船只的话呢，也要这样这个发愿，就是这就是应该说是我们的发愿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愿我们变成这些来利益众生。然后从诸佛菩萨的化身的角度来讲呢，他们是通过这种无情物的方式来就是帮助众生的。因此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是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没有佛教啊，就是很偏僻。实际上当然我们从佛的教法正法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呢，如果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就佛和菩萨哪里都有，就只要是对众生的利益的话呢，都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化身，就是包括现在通信比较发达的，就是每一个人手里拿着什么手机啊、小灵通啊、大灵通啊，就是什么这个那个都已经拿了。但这个从另一个角度来这个理解的话呢，这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化现，就是佛陀呢，你就是拉在这个就是包里面呢，或者佛陀呢就是天天拉着，就是有些人好像只是没有这些电话的话呢，就失去了就是生命的一半的价值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到了很远的路以后我的手机忘了，就是马上回来了。实际上古人呢就是根本没有这样的。有时候看到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就是有了这些方便以后，也有轻松很多。有时候看到呢，就是有了这些以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压力。但不管怎么样，从利益的角度来讲，只要对众生方便，只要对众生有利，只要对众生有帮助的话呢，这就是佛陀菩萨的这个化身。所以他这里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传旨呢，也这方面有一定的
就是这个利益，就是以前那个包括外面的一些那个圣经啊，就圣经当中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历史吧，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诺亚方舟啊，就是诺亚方舟的话呢也有这个故事，就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是以前这个人类就是他们造了很多的这个恶业，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这个从此罪恶充满这个血腥。这样以后呢，就是所谓的上帝都不高兴，不高兴以后呢，就是他准备就是出现这个洪水啊，就是出现这个大海的这种波浪，就是淹没所有的这个人啊。那个时候呢，有这个上帝呢，就是也是对特别善良的一个叫做是这个挪亚，他呢就是对挪亚就是说了，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呢，就是会出现这个水灾啊，那个时候呢，你应该就是自己啊，就是自我这个解脱，就是应该想出一些办法做一只这个3层的这种船啊，就是后来他确实是做了这个3层的船，然后整个海水就是爆下，就是而这个淹没世界的时候呢，它世界上的很多的这种生命啊，公的和这个母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船只上，这样以后的话呢，这个水。整个就是已经吞没了所有的这个大山，就是最高的这个山顶都是看不见了，已经到了这个，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就是那位善良的人呢，就是他看看就是世界上是变成什么样，那他就派一个乌鸦，就看看世界上有没有朝帝，就是最后呢，就是乌鸦没有回来，后来呢，他就这个派一个鸽子过去看了，结果那个。这个鸽子呢，就是它到外面去，就是找到了一些这个树叶，回来了以后呢，就是觉得是世界上是还是有一些干燥的地方，大海已经就已经退下去了，就是这个水呢就已经退下去了，然后这个所谓的人类呢，就是从此而这个就繁衍，所以整个人类这个期限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船只呢，就是对我们整个人类来讲就是起了就是救护世界的一个作用啊，就后来很多的这个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话呢，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就刚才这个诺亚方舟呢，就在这个数年啊，或者是在什么，就是那个地方已经发现了没有发现呢？凡是现在说的比较多，就是听说是大概是80几年的时候吧，就是应该1980几年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看见一半呢，就然后有无数的人呢，就是对他崇拜的不得了，就是从他们的这个宗教的说法来讲呢。所谓的这个船只呢，也是上帝的这个特意，就是对众生安排的一种方便就是方便的这种事物，所以我们呢。从这方面理解也是可以的，当然就是从那个就是其他的有些这个教研来理解呢，就是也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此船筏还有这个桥梁啊，就世界上呢也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桥梁，就是大桥啊、小桥啊，比如说大桥的话呢，就是像那个英国的就是千年大桥啊，或者是这个美国的这个金明大桥好像台湾有一个叫做是什么圆山大桥还是什么的，中国的浦东，我看上海的浦东大桥是吧？还有我们拉荣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我们那边那个叫什么拉荣大桥是吧？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桥这些都是应该说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化现。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桥上面就真的有这个车啊、人啊，就是无数的，就很顺利的，就是渡过这个河那这就是这个诸佛菩萨的化现。所以我们真的这个做桥啊、修路啊，或者修路这个什么这个修桥补路等等，就是古人也是认为是这是前诸为愿，就是然后这个得到顺愿的非常好的一种方便方法。我们呢也应该这样想，一方面呢就是这样想，一方面呢自己也这样想，愿我变成一座桥，愿我变成这个什么这个船只来这个利益众生。你看这个桥没有的话，那就是很多人都没办法这个过江有了这个桥以后呢，就是在这个桥上面有多少个众生可以顺利的度过。因此诸佛菩萨的化现呢，应该说是就是不可思议。我们自己呢也应该就是有了这样的这个心态的话呢，那我们肯定就是帮助众生的。你看我就变成这个桥呢，你看我如果变成一个桥的话，那就是桥的这个什么名声啊，就是有没有这个自己的一些世间八法，就是肯定是没有的。因为即使你有世间八法，也是他就没办法享受嘛，他
在显现上是一个无情我，所以我们作为菩萨呢，应该是这样的。即使对我有名声的话呢，也不是我自己的，不像我们现在世界上的有一些做好人好事的人啊，就是他们都是有目的的，不像这样的，应该是无有任何条件的这种非常纯正的心是我们这个菩萨的唯一的一种这个心态。那么，最后一个颂词呢，就是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求道即成道，于等化为等，临床为边作床，凡许仆从者，我愿称彼仆。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就是有些人啊，就是有些以前商人啊，他们呢，很多这个年或者是很多很长的时间当中，就是在大海里面就是特别的就是疲倦了。在那个时候呢，诸佛菩萨的有时候呢，在大海当中就是变成这个岛屿啊，就变成这个岛屿。这是佛陀的一些这个公案当中啊，就是包括这个世尊这个传记当中也是有的啊，就是在这个商人面前呢，就是变成这个岛屿。不过现在呢，就是可能有些交通比较方便。以前阿底峡尊在的传记当中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印度到这个金珠之间的话呢，就是坐了好几个月的这种船，然后这才能到这个就是金珠上师所在的这个海岛。那么也就是说，就是凡是在这个大海里面的这些岛屿呢，应该说是诸佛菩萨的化身。而我们自己发愿的时候呢，也是想愿我将来就是成为岛屿，就是让无数的这个客人啊，无数个这种疲倦者呢，就是依靠我来，就是获得这个休息啊，获得这个利益，应该这样想啊。我记得以前那个《上师主义报》。去93年的时候去美国弘法，就是后来从日本东京中间呢，就是坐9个小时的这个飞机。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到了那个美国，就是人们都称为是这个美国民主的这个夏威夷啊，就是夏威夷这个海岛。那么夏威夷海岛的时候，一方面当时这个海岛呢，的确是也是世界的就是各个地方的游客呢，就是都到那边去这个旅游，就是参访，也非常有名的一个世界的岛屿。另一方面呢，就是看整个这个环境是就是相当的有名。后来上师主义宝就是下飞机以后的时候呢，就是当时的是说了，我们这个入菩萨行论里面不是讲了吗？这个菩萨呢就是变成这个岛屿来利益众生的。那么这个岛屿呢，应该说是这个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讲的这种菩萨的这个化现呢。你看我们就是在那么长的时间当中，虽然不是坐船，但是呢就是在坐飞机也是很累的。就是那个时候呢，上师主义宝也是身体并不是。就是不好的，还算是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一直讲了我们这个入菩萨行论的一些颂词，一边背诵一边呢就是宣讲。其实真正的修行人呢，就把这个所学过的这个佛法呢，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应用起来。你即使这个书没有带的时候呢，也能应用起来。这就是这个修行的一种这个作用吧，就是应该是这样想的。我昨天在看他们。这个400轮啊、定界宝等轮呢，都背得很好的。后来我就心里想，哎，很好，就如果能这样背诵啊，它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基本上都在心里面有印象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再过这个几十年以后啊，或者再过很多年以后呢，就是它的这种内容呢，就是应该在浮现在自己的心里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不带着这个书页，实际上呢，就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修行方面的有一定的这个利益。所以我们。当时说施主一报呢，就是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这样讲的，让我们还在自己实践当中呢，就是有一些就是非常可怜的众生呢，就是他们都处于一种黑暗当中，没有光明的，在这些人面前呢，应该变成这个明灯啊，就是应该变成这个明灯，然后呢，就是对他们指路啊，就是对他们出现一些这个光明啊，就是出现一些光明。现在实际上的尤其是一些大城市里面的话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就是不管是是这个外面还是里面，就是这个灯啊，就非常的这个庄严，就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就是想是这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化现啊，就诸你每一次就是到了一个城市的时候呢，就知道是这个
地方的这个灯盏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漂亮，就是非常的这个好看的。那么这个时候，一方面想诸佛菩萨呢，就是现在这个明灯的方式来利益众生啊。我们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所看见的这些灯呢，就是诸佛菩萨的一种化现的。然后我们自己心里面也是想，愿我生生世世变成这种明灯，然后呢，劝阻众生的这个黑暗，然后得到了就是这个正法或者是智慧的这种光明。应该这样来去，这个发愿啊，就是去发愿。然后我们实践当中呢，还有很多的人呢，就是自己这个身体特别劳累啊，或者想睡觉啊，或者是有时候呢，就是这个讲课的时间太长了，就是已经，这个晚上11点半的时候就习惯这个睡懒觉的话呢，很想就是寻找自己的这个床榻，就是因为我们人对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床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以说是。很好的这种联系吧，就是因为每天有些人是这样讲的，以前有些这个学者呢，就是说是人一般的这个人生的1/3都是在这个床榻上。我有时候感觉是人老了以后呢，就是可能就是在床上睡觉的时间比较这个长一点，就是因为有些老年人的话呢，就是身体不好，或者是整天都是这个不离开这个床，所以呢，那么所谓的你的这种床呢，实际上就是应该说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化身，就是因为这个佛陀或者是这个菩萨呢，就是他觉得是你没有床，就是光是在地上睡的话呢，就是潮湿啊，或者是不行的。我们有一些人实在不行，也是拿几个板皮就是堆在那里，就是在这个上面睡觉。其实真正的有一些修行人啊，看以前古代的一些修行人的话呢，从来都是没有什么这个就是什么钢丝床啊、木板床啊，或者是鱼床啊、刷糊床啊，就是这些都什么都是没有的。但现在修行人的要求就比较高。就是一定要这个是，就是大床啊、高床啊，就是或者说，就这方面可能要求比较高一点的。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些都是应该说是这个诸佛菩萨的化现。我们自己心里呢也应该这样发愿呢，就是让我这个变成一些这个床榻，就是让我变成一些用具，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这里面还没有说的许许多多的，比如说这个我变成这个麦克风啊，或者我变成一些那个什么。这个茶杯啊，就是我变成这个笔啊，就很多的这些字句事物啊，就这些都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化现的。然后我们应用的时候呢，也知道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光明，就或者是给我们给予的一些方便。然后我们自己心里呢，也应该始终都这样发愿，就只要对众生有利，只要对众生帮得上的话呢，我就变成无尽法、有尽法都可以。就是这是在佛陀在这个《佛子相会经》当中也有这个说明的，而且在这个学记论里面呢，也引用了大量的这个校正，已经说明了这些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应该也是这样这个想着。然后后面呢还说是凡是这个需要就是仆人的，就需要仆人的，愿我变成就是他的这个仆人。比如说有些人呢他找不到这个侍者啊，就有些人呢就是找不到就是自己的这个弟子啊，或者是什么有些家里面呢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什么保姆啊，或者是一些做事情的。然后呢，诸佛菩萨发愿就是应该就是这样给别人帮助的话呢，就是那变成他样的。所以有些上师呢，就是不一定是诸佛菩萨的化现，就是有些这个菩萨呢，就是特意到这个上师面前去这个变成他的这个侍者。然后我们呢，就是根本不知道啊，就是原来是弟子是真正的佛菩萨的化现，就是我们没有对他恭敬，然后对这个上师恭敬。上师呢，不一定是佛菩萨的化现，因为他没有找到这个侍者，就是到处去找，结果呢，找到一个菩萨来当侍者。也有这个可能性就是真的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对这个侍者就是不恭敬，也不应该的，就是应该对这个所有的上师们的侍者啊，也应该恭敬。然后呢，有些这个就不一定要恭敬，就是这个什么这个企业家或者老板呢，就不一定要，就应该下面的一些这个做事的一些这个仆人啊，扫地啊或者剃碎啊，因为诸佛菩萨是
他不像我们这个有些人一样的，就是他只要是帮助众生的话呢，他愿意当这个服务员。就是现在人们就是好多这个公务员呢，就是说是人们的这个仆人，就是人们的这种公仆。但我看有些就是说起来是这样的，实际上是并不是人们的公仆，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就是自己认为是自己是特别了不起，就是来了一些这个什么他属下的人们的时候呢，就是他认为是我不是公仆，就是我是这个就是大国王啊，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有这种这个威严。不管怎么样就我们自己也是应该这样讲，就是在哪一个地方是这样帮助众生，这样这个利益众生的话，我就变成这样的。所谓的菩萨就是这样的，但这种发心呢，的确是非常这个境界很高，就是我们一般的凡夫人现在马上要能做起来也有点困难的。别说是做起来，就是甚至有时候发愿呢，就是有些人可能不敢呐，觉得原我就是生生世世变成别人的仆人的话呢，有些人想仆人多苦啊，就是没有钱呐，没有地位啊，就是天天的扫地啊，那这样的一个月就是400块钱，怎么会是能过得了生活啊？我不愿意变成仆人，我要愿意国王啊，就是我要发愿变成这个国家的总统啊，可能会这样想。但实际上，我们的真正的这个菩萨的发愿呢，应该说是这个利益众生为准，其他什么这个目的都没有啊，就什么这个要求都没有。只要是利益众生的话呢，什么样的可以，有情我也可以，无情我也可以，白的也可以，黑的也可以。你变成什么样的只要这对众生没有利益的话呢，哪怕是你变成庄人王啊、帝释天呐，或者说是什么这个所谓的上师啊、国王啊，都不愿意当。就这样对众生有利的话呢，即使你就变成了一个人人都非常就是讨厌的一个乞丐的话呢，你也愿意当就你每天都是在祈祷啊，就是拿一个大碗呢，就是每一个什么就是客人面前去这个要钱，就是结果。这个乞丐呢是大菩萨的画像，别人一看见他或者是讨厌他，就是他马上要积累资粮，就是马上也对他这个结缘呢，就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有些乞丐呢，就是看起来都是非常出恶的，就让很多人都不想这个接近，不要了，我给你5毛钱，你不要了，好脏啊，就。在实际上呢，就是他真的是这个诸佛菩萨的化现，就是也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自己呢，应该始终都要发这个愿是很重要的。今天在这里呢，大家也应该了解，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就是以后呢别想什么其他的，我要就是获得一个非常殊胜的成就啊，我要转生到极乐世界啊，然后极乐世界以后呢，听说是那边有吃有穿啊，那个时候呢，我可能生活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肯定是阿弥陀佛的这个保险公司呢还算是很不错的啊。那时候呢，我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这个解决了，不能这样想，就是应该想就是祈祷诸佛菩萨这要是我能利益众生的话呢，我心甘情愿发这个愿，这是我们每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是应该就是所发的愿。好，今天讲到这里。Ahom Banjarangara Padma Sadardo Ahom Banjarangara Padma Sadardo Ahom Banjarangara Padma Sadardo